你好，欢迎回到深入历史。夜深了，如果你喜欢这里的炉火与故事，不妨留个赞。今晚我们要潜入2000多年前的漫漫长夜，去围观一场孤独到骨子里的君臣共舞，一卷从落笔起就写满死亡倒计时的疯狂改革。故事的主角是被后世尊为大秦帝国奠基人的秦孝公赢渠梁。他的故事要从公元前381年那个黄土漫天的关中春天说起。那一年，赢渠梁出生了。后世的我们提及秦国，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兵马俑的肃杀阵列，是横扫六合的无敌铁骑。但对于刚睁开眼的赢渠梁来说，他的秦国是一头在泥淖里濒死挣扎、遍体鳞伤的野兽。没有辉煌的宫殿，没有万邦来朝的威仪，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黄土高原干涩的风，还有洗不净的血腥味儿。要理解他日后为何会变成那个撕裂秦国传统、冷血又坚定的操刀人，我们必须先看清他脚下的土壤和那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此时的中原维系了数百年的分封制正在土崩瓦解，世袭贵族的铁王座摇摇欲坠，各国纷纷掀起变法浪潮，却又都因不敢彻底得罪老氏族，落得人亡政息的结局。而在赢渠梁出生前的几十年里，秦国已经在这场时代洪流里彻底掉队，4代国君非正常死亡，王室内部为了那张冰冷的军榻杀得血流成河。那些盘根错节的老氏族手里握着兵权和土地，把国君当成可以随意废立的傀儡。他的父亲秦献公就是在这场大溃败的绝境里结束了30年的流亡生涯，提着刀杀回雍城夺下君位的。为了稳住摇摇欲坠的秦国，献公废除了传承300年的人殉陋习，把国都从雍城迁到了前线岳阳，甚至初步推行了户籍改革，试图从老氏族手里收回权力。可这些举措只触碰到了旧秩序的皮毛，秦国依旧是那个被东方6国踩在脚下的弱国，赢渠梁的童年。没有锦衣玉食，也没有温柔的教导，他是在父亲的战马嘶鸣和铠甲碰撞声里长大的。中原的诸侯公子们在学诗书，听钟磬之音，讨论礼仪与仁德。而赢渠梁面对的是崤函通道外东方霸主魏国的步步紧逼。魏国名将吴起率领的魏武卒像一把锋利的钢刀，硬生生切下了秦国最肥沃的河西之地，把秦国人死死锁在洛水以西的贫瘠荒原上。他早早被父亲扔进了军营，跟着大军在风沙里跋涉，亲眼看着秦国的年轻农夫拿着简陋的青铜戈去迎战魏国武装到牙齿的重装步兵。战场不是史书上轻描淡写的一个地名、一串数字，那是残肢断臂，是肠子流满一地的哀嚎，是黄河边永远干涸不了的暗红色血泥。这种环境在一个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什么？他学会了闭上眼睛屏蔽战死士兵遗孀的哭声，学会了冷眼旁观，看着老氏族们在朝堂上为几亩封地争得面红耳赤，转头却不肯拿出半分粮草支援前线。在血水与尸山里泡大的赢渠梁，过早看透了道德的虚伪，看透了礼仪的无用。那些中原大国挂在嘴边的仁义，挡不住魏武卒的重弩。秦国老贵族引以为傲的祖宗之法，填不饱前线士兵的肚子。一种纯粹的、不夹杂任何温情的功利主义开始在这个年轻人的骨髓里生根。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让秦国不再挨打，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尊严就是可以踩在脚下的。这颗冰冷的种子为10几年后那场席卷整个秦国的社会改造埋下了最隐秘的伏笔。日子就在风沙与血腥味里一年年碾过，少年长成了青年，盔甲上的划痕越来越多，心里的温度也越来越低。公元前362年，秋风肃杀，少梁之战的号角骤然在关中平原上吹响。秦献公倾尽举国之力，带着秦国老少爷们
向魏国发起了悲壮的反扑。那一战，秦人像疯子一样咬住魏军，竟然奇迹般俘虏了魏国主将公叔痤。消息传回，整个秦国沸腾了，仿佛几十年的憋屈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但命运没有给秦国喘息的机会，这场惨烈的胜利耗尽了秦献公最后的心血。关于老国君的最终离去，史料里只留下了寥寥数笔，但我们依然能透过千年的尘埃拼凑出那个秋风里的悲壮图景。战后不久，病榻上的秦献公将刻着秦国图腾的兵符塞进了一个21岁年轻人的手里。公元前361年，赢渠梁正式接过了这副千疮百孔的重担，史称秦孝公。21岁，在今天正是许多人还在大学校园里挥霍青春的年纪。但坐上国君之位的赢渠梁，四周全是吃人的目光。向东看，六国正准备在冯泽召开一场盛大的会盟。他们看秦国就像看一个野蛮的边鄙部落，甚至懒得发一张与会的请帖。他们私下里达成默契，准备随时瓜分这片贫瘠的关中大地。向内看，老士族们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年轻的新君。国库里的粮食连支撑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都不够，各地的私斗比上阵杀敌还要凶狠。那些手握重兵的老将军，拥有广袤封地的大夫们，都在等着看这个年轻人的笑话，等着他犯错，好再次上演废立国君的戏码。偌大的宫廷里，赢渠梁坐在粗糙的席子上，感受着透骨的寒意。他不想要什么王图霸业，他此刻面对的是如何让这个国家在明年春天到来时还能继续存在。他手里没有好牌，只有无尽的屈辱和饥饿。但这个21岁的年轻人没有坐以待毙。继位第1年，他便用2场干脆利落的战事向全天下宣告了新君的锋芒。东围陕城，击退魏国的边境驻军；西斩戎之桓王，彻底平定了秦国后方的戎狄之乱。他用行动告诉朝堂上的观望者，也告诉虎视眈眈的六国，这个新君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可2场胜仗救不了秦国的根。秦国的病根在朝堂，在制度，在盘根错节的旧势力里。依靠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力量，秦国必死无疑。他必须向外寻找一把刀，一把足够锋利、足够不讲理，敢于把秦国现有秩序剁得粉碎的刀。哪怕握住这把刀的代价是让他自己满手鲜血，背负千古骂名。公元前361年的冬天，岳阳宫外的风比往年刮得更冷。中原大地上的6个大国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狂欢。6国的使节们互相敬酒，商议着天下的座次。而在这张华丽的政治餐桌上，秦国连在角落里旁听的资格都没有。在东方诸侯的眼里，秦国人不过是一群不通教化的蛮夷，只配做奴隶或者刀下鬼。消息传回岳阳，年轻的赢渠梁却表现出了一种近乎诡异的平静。他没有拔剑，没有怒吼，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冷冷看着那些在朝堂上叫嚣着要拼死一战的老士族，心里清楚得很，这些喊得最响亮的人，往往就是最不愿意交出私兵和封地的人。这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就像吸血的藤蔓，死死缠在秦国本就孱弱的躯干上。随后，赢渠梁做了一件让整个秦国乃至整个天下都倒吸一口凉气的事。他颁布了那道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第2例的求贤令。历朝历代的君王求财套路大同小异，无非是标榜自己礼贤下士，国家求财若渴，未来有宏大蓝图。但赢渠梁的这篇布告，就像一个人当着全天下的面，面无表情地撕开了自己化脓的伤口。他在布告里一字一句写下了锥心的文字。他细数了先祖秦穆公的荣光，也毫不避讳地揭开了4代乱政的伤疤。他承认了河西之地被夺的屈辱，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锥心之语。
他没有画虚无的大饼，只在最后抛出了一个让所有野心家疯狂的筹码：谁能拿出办法让秦国强大，我就给他高官厚禄，甚至和他平分秦国的土地。这不仅是一份求贤令，更是一份对旧势力的宣战书，是用外部的耻辱强行压制内部裂痕的高明心理战。当然，也藏着一个21岁年轻人不甘于亡国灭种的滚烫的雄心。他在赌这乱世之中一定有一个像他一样不择手段、渴望建功立业的疯子。几个月后，这个疯子来了，他叫公孙鞅，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商鞅。此刻的他只是一个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破落贵族。魏国相国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惠王力荐商鞅，说不用之即杀之。可魏惠王只当是老丞相病糊涂了，既不用也不杀。揣着理亏法经的商鞅，满脑子都是法家酷烈的思想，在魏国看不到任何希望。当他看到那篇求贤令时，立刻收拾行囊，西入函谷关，来到了岳阳。他通过赢渠梁最亲信的近臣景监求见这位年轻的国君。景监不仅是引荐人，更是赢渠梁放在朝堂上为数不多的坚定站在变法一边的亲信。接下来的3次见面，与其说是求职面试，不如说是一场令人窒息的互相摸底。第一次见面，商鞅滔滔不绝地讲着三皇五帝的地道，讲那些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古老传说。青铜油灯的火苗跳跃着，赢渠梁坐在军榻上，眼皮越来越沉，最后竟然打起了瞌睡。事后，赢渠梁把景监骂了个狗血淋头：“你找来的是个什么狂妄之徒？这种废话也能用来治国？”景监把国君的怒火转达给商鞅，商鞅却只笑了笑，请求第2次面见的机会。第2次，他换了套说辞，大谈周文王、周武王的王道，讲仁义道德，讲礼乐教化。赢渠梁勉强听完了，但依然兴致缺缺，眼神里透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失望。事后，景监再次被国君斥责，却依旧咬着牙为商鞅求来了第3次面见的机会。后人常常觉得这是商鞅在故弄玄虚，但如果我们带入这2个人的心理，就会读懂这场博弈的核心。商鞅在试探赢渠梁的底线，他带来的那一套法家学说是带血的，是要剥皮抽筋的。如果这个年轻的国君心里还有哪怕一丝一毫对传统道德的眷恋，还有对仁政的幻想，那么他的变法蓝图一旦展开，必然会被君王的妇人之仁半途腰斩。他必须确认，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和他一样的纯粹的冷酷的功利主义者。而赢渠梁也在审视商鞅，他需要的是一把能切开秦国腐肉的利刃，而不是一个只会背诵古板教条的书呆子。直到第3次，商鞅终于抛弃了所有的伪装，直接祭出了霸道，不再谈仁义，不再讲道德，只讲如何富国，如何强兵，如何把百姓变成国家的耕战工具，如何用严刑峻法把老贵族踩在脚下。那是决定秦国命运的几天几夜。2人聊得不知疲倦，赢渠梁听得入了迷，甚至不知不觉把膝盖挪到了垫子外面，凑到了商鞅的面前。在这场密室长谈中，没有了君臣的虚伪客套，2个试图倾覆旧世界的人，在一具名叫秦国的病弱躯体上绘制了一张残酷的解剖图。商鞅清楚地告诉赢渠梁，这套方案一旦实施，必将激起满朝文武的拼死反抗，秦国必将陷入血雨腥风。那些与国君流着相同血液的宗室，那些曾经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都会成为新法的敌人。赢渠梁看着商鞅的眼睛，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压抑已久的狂热。他那在血水里泡大的灵魂早就接受了一个冰冷的现实，在弱肉强食的战国，善良是毒药，仁义是枷锁。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比敌人更残忍，比自己人更无情。
他握住了这把带血的刀，一场将要把所有人都卷入绞肉机的变法，就这样在一个落魄贵族和一个腹背受敌的年轻国君之间拍板敲定，秦国即将迎来他历史上最惨痛也最决绝的脱胎换骨。公元前359年，岳阳城的南门外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粗木，一场看似荒诞的游戏拉开了这场血腥变革的序幕。寒风卷着黄土，围观的百姓交头接耳，看着旁边悬赏的布告发笑。布告上写着：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没人动弹。赏金一路追加到50斤。终于有个愣头青壮着胆子扛起了木头，在众目睽睽之下真的换回了沉甸甸的黄金。后世的同盟读物里总喜欢把洗木立信描绘成一个关于诚信的优美寓言，但如果我们透过南门城楼的缝隙往里看，会发现赢渠梁正站在暗处冷冷地俯视着这一切。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战，一场服从性测试。赢渠梁要用这50斤买下的，不是百姓对官府的喜爱，而是绝对的敬畏与盲从。他要告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从今天起，秦国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变法的政令。秦国只有一种真理，那就是国君的意志。木头搬完的第2天，垦草令与第一批新法如同密集的箭雨，铺天盖地砸向秦国大地。这些法令的条款每一行都透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没有军功的人，哪怕你是嬴姓宗室，也不准列入家族宗谱。实行15连坐，一家犯法，9家举发，不举发者腰斩。奖励耕战，砍下敌人的一颗脑袋就能换取爵位、土地和奴隶。原本死气沉沉的秦国瞬间被这副猛药刺激得狂躁不安。底层的平民红了眼，他们看到了跨越阶层壁垒的带血阶梯，而那些高高在上的老氏族们则感受到了灭顶之灾。世代相传的封地要被收回，荫蔽子孙的特权被褫夺，他们愤怒了，咆哮了。成百上千的老贵族、旧官僚涌入岳阳宫，在赢渠梁的殿前痛哭流涕，甚至以死相逼。此时的赢渠梁展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生物的冷酷与狡黠。他没有亲自下场和这些叔伯兄弟们辩论，却也没有完全躲在幕后。他先是端坐在军榻上，面无表情地听着那些凄厉的控诉，把所有的目光都引向了站在殿下的商鞅。这是一个危险的权力游戏。他把自己隐藏在幕后，将大部分的仇恨、诅咒、明枪暗箭全部引流到了商鞅一个人身上。但所有人都忘了，这个国家的最终决策者从来都是赢渠梁。就在新法推行的第1年，面对聚众闹事、公然对抗新法的700余名旧贵族，赢渠梁没有丝毫犹豫，下令将所有人全部押到渭水之滨，一并处决。渭水被染成了红色，整个秦国的旧势力在那一刻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这场屠杀能为新法扫平障碍，却也在秦国的土地上种下了酷法的种子。今日他用屠刀立威，他日这把刀必然会悬在每一个秦人的头顶，甚至反噬嬴氏子孙。可赢渠梁没有退路，在分封制崩溃的乱世里，不彻底打碎旧世界，就只能等着被旧世界吞噬。他们终于明白，商鞅只是那把刀，而真正握刀的人从来都是这位看似沉默的年轻国君。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当鲜血已经泼洒出去，老氏族与新法之间早已没有了和解的可能。他们很快发现，普通的哭嚎与抗议根本无法撼动新法分毫。于是他们策划了一场阴险的政治试探。他们把目光瞄准了当时还只是个少年的太子嬴驷。新法推行后，太子犯法了，这是一记歹毒的杀招。太子是国本，是未来的君王。你商鞅不是要法不阿贵，一视同仁吗？你敢动太子吗？如果你退缩了，新法不攻自破。
所有被剥夺的特权都要吐出来。如果你真的伐了太子，你就结下了与未来国君的死仇，早晚死无葬身之地。消息传回宫中，整个岳阳的空气都凝固了，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商鞅，而商鞅则拿着竹简，孤身走进了赢渠梁的书房。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商鞅的声音没有一丝颤抖，他清楚自己的处境，也把这个千古难题原封不动地推回给了赢渠梁。那一夜，赢渠梁面临着一生中最残忍的抉择。太子是国本，不能施加肉刑，那么按照连坐之法，必须惩处太子的2位老师，太傅公子虔和太师公孙贾。公孙贾暂且不论，公子虔是谁？那是赢渠梁的亲哥哥。当年魏国大军压境，是公子虔拼死护在秦献公的马前。在赢渠梁继位之初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公子虔握紧了手中的兵权，压制住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宗室，为弟弟稳固了军位。这份血浓于水、生死相托的兄弟情谊重于千钧。史料没有记载那一夜君臣2人的对话，也没有记载赢渠梁的情绪波动，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深夜，岳阳宫的灯火亮了一整夜。他或许对着父亲的牌位坐了很久，想起了年少时和哥哥并肩作战的日子，想起了哥哥用身体替他挡下的冷箭，也想起了黄河岸边的皑皑白骨，想起了冯泽会盟上那些诸侯鄙夷的嘴脸。他清楚，一旦今天赦免了公子虔，明天那些老贵族就会卷土重来，秦国就会再次沦为那个任人宰割的破落户。天亮时分，行刑的命令传出了岳阳宫，那是秦国历史上最震撼的一个清晨。刑场上没有过多的废话，烧红的铁烙印在了公孙贾的脸上，这侮辱性极强的情形将伴随他一生。而公子虔作为宗室之首，被依法处以责罚，虽未伤及身体，却也彻底折损了他作为赢氏宗亲的颜面。赢渠梁没有去刑场监刑，他坐在深宫里，听着远处的声响，如同雕塑般一动不动。他用太子老师的命运，向整个秦国宣告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你流着王室的血，哪怕你有天大的拥立之功，在国君的法令面前，也犹如草芥。这一刀切断了老贵族最后的幻想，也切断了赢渠梁自己退回凡人的退路。他一步步活成了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成了这台冰冷运转的国家机器唯一的掌舵人。而在他的庇护下，商鞅的新法如同脱缰的野马，带着不可阻挡的狂暴力量，在关中平原上肆意驰骋，将秦国的旧秩序踩踏得粉碎。变法的成效很快在战场上显现了出来。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台名为大秦的战争机器开始展现它恐怖的咬合力。西击韩，东破魏，曾经高不可攀的东方壁垒，在秦人渴望军功的通红双眼下犹如朽木。一场场胜利印证了新法的威力，也一点点改变了赢渠梁的心态。从最初的救亡图存到如今的东出称霸，这个曾经只想让秦国活下去的年轻君主，心里已经装下了整个天下。而他也越来越清楚，这套让秦国快速强大的集权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把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却也让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国君一个人手里。一旦继任者昏庸残暴，这套制度就会变成吞噬一切的猛兽。可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公元前350年，第一波变法的血雨腥风已经在关中平原上刮了整整9年。赢渠梁发现，雍城这座历经几百年风雨的老国都，越来越像一口生锈且沉闷的铁锅。这里的大街小巷，每一块青石板都刻着老氏族的烙印，城外的荒冢里埋着他们显赫的祖宗。在这里，老贵族们每一次聚会，每一次祭祀，都在无声地对抗着新政。赢渠梁坐在雍城的大殿里，感觉四周全是粘稠的蜘蛛网，
束缚着这台即将暴走的战车。于是他在羊皮地图上用沾着朱砂的笔重重地在渭水之滨一个叫咸阳的地方画了一个圈儿。迁都对任何一个古代政权来说都是一次伤筋动骨的豪赌，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物资消耗，更意味着要强行斩断宗族的根系，抛弃祖宗的陵寝。消息传出，雍城内哭声震天，那些上了年纪的旧贵族穿着丧服，死死抱住宗庙的柱子，嚎啕大哭，扬言就算死也要死在老营里。但在权力的洗牌面前，眼泪是天下最廉价的东西。赢渠梁的目光比渭水深秋的寒冰还要冷，他没有给老士族们留下任何谈判的余地，刀斧手开道，强行拆毁旧宫殿的屋顶，逼迫所有贵族带着家眷奴隶，在一片哭爹喊娘声中踏上向东的土路。这场大迁徙实质上是一场不见血的连根拔起。当老贵族们疲惫不堪地到达咸阳时，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几百年来在雍城盘根错节的势力网，已经在这条漫长的土路上被撕扯得七零八落。他们变成了脱离水土的浮萍，只能任由君王拿捏。而赢渠梁要做的不止于此，他要彻底摧毁分封制的根基，建立一套完全由国君掌控的中央集权体系。而当咸阳城的新宫殿刚刚夯实地基，赢渠梁和商鞅便毫不迟疑地推下了第二波更为酷烈的变法铡刀。这是一场在经济和基层组织上刮骨疗毒般的大手术。首先是废井田，开阡陌。过去土地是贵族的私产，农夫只是在贵族地盘上劳作的农奴，这是分封制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现在商鞅下令推平所有代表贵族领地界限的土堆和小路，把土地直接分给平民，听起来像是一场伟大的均贫富运动。不，赢渠梁不是在做慈善，他是在做一门稳赚不赔的买卖。土地分给农夫，农夫就从贵族的私有财产变成了国家的直属纳税人，国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而老士族的经济命脉则被尽数切断。紧接着是更为严密的推行县制。赢渠梁大笔一挥，把全国几百个大大小小的乡镇村落强行捏合成了31个县。县令不再由贵族世家世袭，而是由国君直接任命，随时可以撤换的官僚。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秦国再也没有什么国中之国，每一粒粮食，每一名青壮年都被一根根看不见的丝线直接收拢到了赢渠梁一个人的掌心。这套制度彻底终结了贵族分封的旧时代，开启了延续2000年的中央集权帝制。它让秦国拥有了山东六国无法比拟的动员能力，却也让天下的权力彻底失去了制衡。后世无数的专制暴政皆源于此，而这一切的总设计师正是秦孝公赢渠梁。为了确保这台精密的战争机器不出现任何杂音，一种令人窒息的文化肃杀也随之降临。商鞅下达了指令，凡诗书而明法令。咸阳城外的一片空地上，熊熊烈火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成堆的竹简。那些记载着中原礼乐、诗经、尚书的典籍，那些传承了数百年的文明火种，在黑烟中化为刺鼻的灰烬。赢渠梁站在高台上，冷眼看着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他不是不知道这些典籍的价值，不是不懂礼乐文明的意义，可他更清楚，思想是最危险的毒药。老百姓一旦有了独立的思想，就会质疑法令，就会追求自由。他不需要思想家，不需要诗人，甚至不需要商人，他只需要2种人：能够去黄土里死命抠出粮食的农夫，和听到战鼓声就能红着眼去砍人脑袋的士兵。这是一种将人彻底异化为工具的恐怖治国术，也就是法家核心的强国弱民。国家要像一头肌肉虬结的巨兽般不可战胜，就必须把百姓敲骨吸髓，让他们始终处于半饥饿、
极度恐惧的状态，除了拼死耕战，再也没有其他活路。赢渠梁成功了，他用最残酷的手段把秦国锻造成了一柄锋利无双的兵器，但这柄兵器是淬了万千黎民的血泪和无尽苦难的。更重要的是，他亲手打造的这套中央集权制度，在让秦国快速崛起的同时，也为后世2000年的专制皇权埋下了暴政的种子。他是秦国的拯救者，也是后世无数底层苦难的源头之一。时间在这台绞肉机的轰鸣声中来到了公元前343年，距离那份屈辱的求贤令发布已经过去了18年。当年那个连会盟资格都没有的破落诸侯国，如今已经靠着堆积如山的军功爵位，变成了让整个东方都胆战心惊的猛虎。连高高在上却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他派人跋山涉水来到咸阳，送来了代表无上荣耀的祭祀侍肉，正式承认赢渠梁为伯，也就是天下霸主。天下诸侯震动，那些曾经对秦国嗤之以鼻的魏、赵、韩等国的使臣，纷纷带着重礼，换上最谦卑的笑容，在咸阳宫外排队道贺。这是一场充满讽刺意味的盛大典礼，代表着传统礼乐秩序的旧世界，向一个毫不留情摧毁了这种秩序的破坏者，献上了最隆重的膝盖。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42年，赢渠梁派秦国使团前往冯泽，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18年前，6国连一张请帖都不肯给秦国。18年后，秦国的使臣已经能站在中原的会盟台上，与山东诸侯平起平坐。而大殿之内，青铜编钟敲响，赢渠梁穿着黑色的玄服，端坐在高高的军榻上，俯视着阶下那些诚惶诚恐的东方使臣。他的面容已经有了岁月的风霜，不再是当年那个在大殿里熬红双眼的年轻人。面对满朝的谄媚与恭维，他的眼神依然平静得犹如一潭死水。他不想要这种虚伪的臣服。他手里握着一把打磨了近20年的刀，刀刃已经饥渴难耐。他越过那些跪伏在地的使节，目光直刺向东方的中原大地。他知道变法已经大成，是时候让当年那些夺走秦国土地，带给秦国无尽耻辱的宿敌尝尝这台战争机器的真正威力了。机会在公元前341年带着浓烈的血腥味砸在了大秦都城咸阳的砖石上。那一年，东方传来了一则震动天下的战报。在马陵那个狭窄的古道里，齐国军师孙膑用万张奇弩将魏国最精锐的庞涓大军射成了刺猬。曾经把秦国按在地上摩擦，称霸中原数十年的魏国脊梁骨被当场打断。当这份沾着泥土和汗水的竹简被呈递到咸阳宫时，赢渠梁坐在军榻上，久久没有说话。20多年了，从他接手那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开始，魏国就像一座压在所有秦国人头顶的黑色大山。如今，大山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启动了那台已经打磨得铮亮、渴望饮血的战争机器。而他点名的伐魏主将不是别人，正是这场变法的操刀人商鞅。公元前340年，商鞅率领着被新法武装到牙齿的秦军，浩浩荡荡开赴前线。在那里，魏国派来迎战的将领是魏国宗室公子昂。历史在这里安排了一个令人背脊发凉的巧合：公子昂和商鞅曾是旧相识。当年商鞅还在魏国四处碰壁，落魄不堪的时候，两人曾在同一片屋檐下饮酒谈天，有着一份旧日的情谊。在公子昂的认知里，战争依然是贵族之间的博弈。虽然两军对垒，但大家都是讲究身份和体面的士大夫。但他并不知道，他面对的早已不是那个空谈学问的落魄士子，而是一个被大秦王权彻底异化的冷血怪物。商鞅没有选择硬拼，在两军阵前，他命人给公子昂送去了一封信，信上的言辞恳切，情真意切。他在信里写道：我们曾是旧交，
如今却要各为其主，兵戎相见，我实在不忍心。不如我们放下兵器，喝一杯结盟酒，让两国罢兵言和，让百姓免遭战火，如何？这是一副包裹着温情脉脉外衣的毒药。站在魏国大营里的公子昂读着这封信，回想起当年的情谊，防备心瞬间卸下了一半。再加上魏国刚刚在马陵惨败，国内空虚，公子昂本身也急于求和，于是他天真地答应了这场酒局。赴宴的那天，公子昂只带了少数随从，轻车简从地来到了秦军大营。商鞅满脸堆笑地迎出门外，两人仿佛回到了多年前在魏国都城的酒肆里。酒酣耳热之际，公子昂举起酒爵，正准备为两国的和平祝酒，突然帷幕后寒光乍现，商鞅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埋伏在四周的秦国甲士如同饿狼般扑出，甚至没有给魏国人拔剑的机会，就将公子昂死死按在了地上。伴随着几声沉闷的惨叫，随从被当场砍杀，鲜血溅满了温热的酒樽。失去了主将的魏国大军群龙无首，商鞅拔出长剑，毫不迟疑地挥军掩杀。那些满脑子都是军功和首级的秦国士兵，像收割麦子一样冲入魏军大营，展开了一场一边倒的屠杀。魏军大败，被迫割让了整个河西之地，甚至连国都安邑都觉得不安全，仓皇迁往了大梁。战报传回咸阳，整个朝野一片死寂。按照春秋时代残存的道德标准，商鞅的这种行为叫不信不义，是用最下作的欺诈手段践踏了贵族战争的底线，这是要被全天下的世人戳脊梁骨的丑行。朝堂上的旧贵族们面面相觑，等着看国君如何处置这个败坏秦国名声的将领。然而高坐在王座上的赢渠梁却爆发出了20年来最畅快的大笑。这里面有对胜利的狂喜，有对魏国数十年欺辱的复仇快意，更有对结果大于一切的绝对笃定。他没有指责商鞅半句，没有觉得这种背信弃义有什么丢人，相反，他给予了商鞅秦国历史上最高的奖赏。他大笔一挥，将商於两地的15个城邑全部赐给商鞅作为封地，并正式封他为商君。从此公孙鞅变成了名震天下的商鞅。这一场封赏是赢渠梁向全天下展示的最后底牌。在他眼中，什么信义，什么道德，什么春秋礼法，全都是弱者的遮羞布。只要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土地，只要能把魏国踩在脚下，就算手段卑劣，他也毫不在乎。但畅快的大笑背后，一丝不易察觉的隐忧也爬上了他的心头。他清楚，那把被他亲手磨快的用来杀敌和屠戮老氏族的刀，已经吸饱了太多的鲜血。商鞅的权势在15亿的封赏下达到了顶峰，在秦国的老百姓心中，商君的法令甚至比国君的诏书还要可怕。在朝堂之上，商君的威望已经隐隐压过了王权的威仪，这是一种失控的前兆。一台没有刹车的战车虽然能碾碎前方的所有敌人，但也注定会带着驾车人一起冲向悬崖。而命运的倒计时偏偏在这个烈火烹油的鼎盛时刻悄然敲响了。公元前339年，正值壮年的赢渠梁突然在咸阳宫的大殿上重重地倒了下去。多年来如同绷紧的弓弦般运转的身体，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熬煮下，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灯油。最后一场关乎生死与帝国命运的残酷博弈，即将在这张弥漫着药苦味的病榻前拉开帷幕。咸阳宫的青铜炭盆里烧着上好的兽骨炭，却驱不散大殿里那股死气沉沉的寒意。这座连砖石都透着铁血味道的权力中枢，此刻安静得让人害怕。唯一能听见的，只有帷幕深处传来的一声接一声撕心裂肺的咳嗽。43岁的赢渠梁躺在宽大的军榻上，行销骨立。他耗尽了每一滴心血去喂养秦国这头巨兽。如今巨兽已经长成，而他自己
却快要被榨干了。在这生命倒计时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位大秦帝国的掌舵人闭着眼睛，在脑海中审视着他亲手打造的这盘大棋。很多人以为君王临终前的岁月应该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回顾一生的荣光，但对于赢渠梁这样的政治生物来说，温情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大脑还在飞速运转，像一台冷酷的算盘，清点着变法20年来留下的所有隐患。他透过咸阳宫的窗户，仿佛能看到3股正在黑暗中疯狂涌动的暗流。第一股暗流是那些被剥夺了特权、蛰伏了整整20年的老氏族，他们就像盘旋在咸阳上空的秃鹫，正死死盯着赢渠梁咳出的每一口带血的浓痰。被割掉鼻子的亲哥哥公子虔已经整整8年没有出过家门。8年的幽闭足以让一个人的仇恨发酵成最猛烈的毒药。赢渠梁知道，只要自己一闭眼，这群人就会如饿狼般扑上来，将新法撕成碎片。第2股暗流是他那即将继位的太子嬴驷。自从当年因为犯法被惩处了师傅，嬴驷就在咸阳城里销声匿迹，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作为一个被压抑、被放逐的储君，他的内心深处对那套严苛的律法，对那个高高在上的商君，究竟是敬畏多一些，还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多一些？他会不会在自己死后，为了安抚老氏族，彻底废掉新法？赢渠梁不敢确定。而最让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是第3股暗流商鞅。此时的商鞅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在岳阳宫外苦苦等候召见的落魄游士，他手握15座城池的封地，被尊为商君。更可怕的是，在秦国百姓的眼中，商君的威望已经隐隐盖过了国君。律法是他定的，官吏是他提拔的，军队是靠他的首级军功制武装起来的。商鞅已经成了大秦帝国实质上的第2国君。当一个臣子的权势大到可以遮蔽王权，当一把刀锋利到连握刀的主人都感到割手时，这把刀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唏嘘的一场君臣诀别，在赢渠梁的病榻前缓缓拉开了帷幕。一天深夜，赢渠梁强撑着病体，平退了所有的工人和侍卫，单独召见了商鞅。昏暗的灯光下，2个曾经亲密无间、联手重塑了整个秦国的男人，隔着一层薄薄的帷幔互相对视。战国策里只给后世留下了一句极其简短却引发了1000年争论的记载。赢渠梁对商鞅说了一句话：如果太子不争气，不能胜任国君之位，你就取而代之吧。后世对这句话的解读从来都泾渭分明。有人说，这是赢渠梁对商鞅毫无保留的信任，是超越了君臣尊卑、血脉世袭的托孤，是乱世里最难得的君臣相知。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帝王最后的试探，是为太子铺路的最后一道考验。可如果我们回望这2个人并肩走过的20年，或许任何非黑即白的评判都显得太过单薄。这20年里，是赢渠梁顶着整个宗室的怒火，给了商鞅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能放手推行新法，把一个濒临亡国的弱国打造成了令天下胆寒的霸主。也是商鞅赌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把赢渠、梁父木工之业、强秦国之基的毕生执念，从一句誓言变成了现实。他们一个是握刀的人，一个是出鞘的刀，早已在20年的血雨腥风里变成了彼此的半身。可他们终究一个是君，一个是臣。嬴姓宗室的江山是刻在赢渠梁骨血里的责任，而商鞅是新法的灵魂，是秦国崛起的根基，也是老氏族们恨之入骨的眼中钉。病榻上的赢渠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们早已无从得知。或许有试探，想确认这个权倾朝野的商君会不会在自己死后动摇嬴氏的江山；或许也有真心，他太清楚老氏族的反扑有多凶猛，太清楚太子嬴驷对新法的态度摇摆不定，
他怕自己一生的心血会在死后付诸东流。而这个世界上最懂心法、最能守住秦国的人，只有商鞅。而站在这悬崖边缘的商鞅，在那一刻想必也读懂了这句话里的千钧重量。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法家、法术大师，他太懂王权的边界，太懂功高震主的结局。他立刻跪伏在地，冷汗浸透了后背，用最坚定的语气推辞了这份嘱托，指天发誓，自己生是秦国的臣，死是秦国的鬼，誓死效忠太子，守护心法。这场深夜的诀别，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阴谋算计，只有两个走到了生命终局的变法者，在江山与执念之间最后的相视。其实赢渠梁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想的从来不是如何除掉商鞅。他把太子嬴驷叫到床前，完成了一个帝王对继承人最后的政治交代。他叮嘱儿子的从来不是如何处置商鞅，而是如何守住这套让秦国强大的心法，如何守住他打下来的江山，如何带着秦国继续向东走下去。他比谁都清楚，变法20年，商鞅替他扛下了所有的仇恨，得罪了整个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活着能用王权死死护住商鞅，可他一旦死去，这股积攒了20年的怨气必然会朝着商鞅铺天盖地涌来。他或许预料到了商鞅的结局，却没有给这场结局写下既定的剧本。他把最终的抉择权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商鞅从踏入岳阳宫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秦国的变法和赢渠梁的执念彻底绑在了一起。他们之间从来不是一场冰冷的利益交换，而是一场乱世里的双向奔赴。商鞅要的是实现自己毕生的政治抱负，哪怕代价是粉身碎骨。赢渠梁要的是一个强盛的、不再被欺辱的秦国，哪怕代价是背负千古骂名。他们是君臣，是战友，也是这乱世里唯一能读懂彼此的人。公元前338年的钟声敲响，黄土高原上的风又一次变得凛冽刺骨。咸阳宫深处传出一声凄厉的哀号，紧接着沉闷的丧钟声在关中平原上空回荡。大秦帝国的缔造者，那个在血水里长大，一生都在为秦国的存续搏杀的君王赢渠梁，闭上了他那双坚毅的眼睛，终年44岁。他死去的这一天，整个秦国的天空仿佛都变了颜色。对于那些在新法里获得新生的底层百姓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而对于那些蛰伏在黑暗中20年的老士族来说，这是复仇的号角。那个一直撑在商鞅头顶替他遮风挡雨的巨大保护伞轰然倒塌了。失去王权庇护的商君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站在荒原上的靶子，四周已经亮起了无数双泛着绿光的狼眼。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扑与清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咸阳城疯狂涌来。仅仅5个月，从赢渠梁闭上眼睛到大秦帝国的天翻地覆，仅仅过去了5个月。公元前338年的冬天，新君嬴驷刚刚坐稳王位，那股在黑暗中压抑了20年的仇恨之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当年被处以万刑、闭门8年的公子虔推开了府邸的大门，带着一群红了眼的老贵族径直冲向咸阳宫。他们向新君递交了一份致命的指控：商君欲反。嬴驷等这一天也等了很久，他毫不迟疑地顺水推舟，下达了通缉商鞅的密令。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仓皇出逃的商鞅。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秦权臣，此刻褪去了所有的光环，像一个丧家之犬般向东方狂奔。夜幕降临，寒风刺骨，他来到函谷关外的一家客栈，想要投诉。客栈老板看他没有带凭证，连连摆手拒绝。商君有令，留宿没有凭证的客人，客栈老板要连坐杀头，我不敢留你。站在冷风中的商鞅，在那一刻大概听到了命运最冰冷的嘲笑。他亲手打造的这套天衣无缝、
冷酷无情的监控网，如今变成了绞死他自己的第一道绳索。走投无路的商鞅被迫逃回了自己的封地，商于临时拼凑了一支军队，试图做最后的困兽之斗，但面对他自己亲手训练出来如狼似虎的大秦锐士，这种抵抗显得苍白无力。在同地的一场激战后，商鞅兵败身死，仇恨并没有随着死亡而终止。愤怒的老贵族们把商鞅的尸体拖回咸阳，用最惨烈的车裂之刑将他撕成了碎片。商鞅的全家老小也在连坐的屠刀下无一幸免，鲜血染红了咸阳的法场。旧贵族们在断头台下弹冠相庆，以为那个残酷的变法时代终于随着商鞅的死而终结了。但他们错了，他们错估了人性的贪婪，更错估了赢渠梁留下的政治遗产有多么顽固。当旧贵族们狂欢过后，转过头来要求恢复曾经的封地和世袭特权时，坐在王座上的嬴驷擦干了剑上的血迹，露出了一丝与他父亲当年一模一样的冷酷微笑。嬴驷当众宣布，商鞅虽死，但新法不可废，废除井田，推行县制，军功授爵，这一切让秦国强大，让君王手握绝对权力的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才是赢渠梁留下的政治遗产里最核心的内核，杀其身而用其法。他用20年的时间让商鞅成为了新法的化身，也成为了所有矛盾的焦点。嬴驷杀了商鞅，平息了旧时代的怒火，树立了新君的绝对权威。可他保留了新法，就守住了赢渠梁一生的心血，守住了秦国继续强大的根基。旧贵族们绝望地发现，那个被车裂的只是一个具体的执行者，而真正的幽灵，那个被赢渠梁和商鞅联手召唤出来的中央集权的幽灵，已经附身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上，再也驱散不掉了。现在，让我们在故事的尾声重新审视赢渠梁这短暂而爆裂的一生。21岁临危受命，44岁熬尽心血。他接手时，秦国是一叶随时可能沉没的破舟；他离开时，秦国是一艘碾压一切的战舰。从国家生存的维度来看，他是拯救大秦的绝世功臣。没有他这23年的死扛与重塑，就没有后来秦始皇横扫六合的基础，甚至不会有之后延续2000年的大一统格局。但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吗？如果你站在那些被剥夺了思想，被异化为杀人机器的底层百姓的角度，如果你站在那个被割掉鼻子、幽闭8年的亲哥哥的角度，如果你站在那个被他利用了一生，最终当成祭品抛弃的商鞅的角度，他绝对是一个冷酷残暴的独裁者。他一生都在用理智剥离自己的情感，他抛弃了仁义，抛弃了亲情，甚至抛弃了作为一个人本该有的温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精密计算得失的算盘。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把所有人，包括他的百姓、他的亲人、他的接班人，甚至是那个与他并肩作战大半生的知己商鞅，都当成了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这就是我们今晚开篇所说的那场提前写好死亡倒计时的君臣孤舞。从他们在岳阳宫里决定推行霸道的那一刻起，结局就已经注定。他们两人像是在万丈深渊之上走钢丝，赢渠梁用自己的肩膀扛着商鞅往前走，走到终点时，大秦渡过了深渊，而那个扛人的人耗尽力气倒下，被扛着的人自然只能坠入无底的黑暗。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惨烈交易，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霸业与功名，却也双双献祭了自己的人生。而更讽刺的是，赢渠梁亲手打造的这套制度，让秦国一统天下，也让秦国2世而亡。他给后世留下了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也留下了专制皇权暴政的基因密码。功过是非，从来都无法简单评判。他的一生就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在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崛起的历史洪流里，他必须把自己异化成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才能推着秦国
推着整个时代完成这场惨烈的转型。他是时代的推动者，也是时代的牺牲品，是秦国的救世主，也是暴政的奠基人。时间的长河滚滚向前，带走了咸阳宫的烽火，也带走了那对孤独君臣的叹息。历史总是残酷的，但读懂了这种残酷，或许能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重压时，多一份清醒，多一份对人性的宽容。我们改变不了庞大的时代运转，但至少在这个小小的深夜角落里，我们可以卸下白天那层坚硬的铠甲，允许自己做一个柔软的、有喜怒哀乐的凡人。这里是深入历史，晚安。